美国 FDA 对此类药物提出了黑框警告。欢迎收看丁妈视点评，今天你又变美了吗？之前我们聊过美国现在流行的 NAD Plus 的注射，这期聊一个比 NAD 还要受欢迎的注射类项目——司美格鲁肽。司美格鲁肽是一种人工合成的 GLP-1 的类似物。GLP-1 呢是人体内自身合成的一种激素，当我们进食后会由肠道细胞分泌，然后呢被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再通过跟身体不同部位的受体结合后激活一系列的反应。比如跟胰脏细胞上的受体结合时呢，就可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跟胃肠道受体结合能延缓胃排空；跟神经系统受体结合就能控制食欲。通过这些生物学效应，我们会在饭后产生饱腹感，而且能自主的调节好血糖。人体自身合成的 GLP-1 呢，会在进食后产生，然后随着食物的消耗完成之后呢，停止分泌，然后再由酶去降解。以司美格鲁肽为代表的 GLP-1 受体激动剂跟天然的 GLP-1 的结构是非常相似的，但是会做一些微调。不同公司生产的肽改造的方式稍有不同，目的是增加 GLP-1 的稳定性，让它不被酶识别和分解，从而显著延长它的代谢周期。所以不同品牌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呢，它的减肥效果也是稍有不同的。司美格鲁肽算是里面效果不错的，效果更好的呢是替泽帕肽。根据临床实验结果，接受治疗68周之后，司美格鲁肽组体重平均变化为-14.9%，而替泽帕肽能达到20%左右。除了体重变化，受试者的血糖啊、血脂啊，还有血压等生理指标都会有显著的改善。我身边的邻居啊、朋友都有打的，有的人因为副作用停了药，另外一些坚持下来的朋友呢，确实都是肉眼可见的变瘦了。可以说司美格鲁肽的出现让之前的减肥成分像奥利司他那样的成分都黯然失色了。说完好处，再说说不够完美的地方吧。首先呢是副作用，有超过70%的受试者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或者便秘的症状。好在大多都会逐渐的耐受只有大约17%的人会因为副作用太大而停止治疗。另一些严重但是不太常见的副作用包括胰腺炎、胆囊疾病和肾功能的损伤。其次呢，司美格鲁肽主要通过控制食欲来减肥，跟其他减少摄入的减肥方法没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呢，一旦停止治疗，食欲恢复之后呢，那么就会出现明显的反弹。据报告，在停止治疗后的52周，受试者平均恢复了约2/3的体重。假设一个100公斤的人他在治疗68周之后减下来15公斤，然后在停止治疗50多周之后又反弹了10公斤。那什么是真的？除了反弹，更令人担心的是瘦体重，也就是肌肉的流失。据报告呢，在减去的体重中，瘦体重占比40%，因此可以推测，在停止治疗后，身体的激素代谢也会低于减肥前。另外，在动物学实验中发现 ，GLP-1 受体激动剂会增加甲状腺 C 细胞肿瘤的发生，因此美国 FDA 对此类药物提出了黑框警告。我这2年通过其他方式一共减掉了11%，也就是6公斤的体重。说实话呢，在减肥前我也曾狠狠地对司美格鲁肽动过心，因为我在熟人的诊所就可以很容易的开处方了。但是呢，我的医生好友善意的提醒我他说要想维持体重，可能需要一直打下去，不能停。用于减肥的司美格鲁肽1个月要$1000多，即使不考虑它的副作用。光是这笔高昂的费用已经把我劝退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使用任何药物都需要权衡它的利弊。如果当利大于弊，那就应该考虑用药。比如当一个人尝试了各种减肥方法之后，仍然没办法减重，而且呢，肥胖已经严重影响他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了，那么使用司美格鲁肽就是值得的。如果在用药的同时呢，还能改善自己的饮食习惯呀，然后合理的增加自己的运动量然后在停药之后也依然能够保持住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也能够大大的减少它的副作用。其实许多天然成分，比如葡聚糖丁酸盐辣椒素和 AKK 菌等，都可以增加肠道 GLP 的生成。如果大家感兴趣，以后再跟大家详聊吧。好啦，这期丁妈视点评就到这里啦。如果你觉得有收获，请点赞收藏并且转发给有需要小伙伴。就到这儿，拜拜。